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土豆泥。我会选用黄皮土豆，因为我想要的是那种吃起来面面的、沙沙的，舌尖还能感受到非常细的土豆颗粒的口感。红皮土豆和白皮土豆淀粉含量少，口感偏脆。如果你要做那种水分和油脂含量特别高、稀稀的那种土豆泥的话呢，你可以用它们。黑皮土豆淀粉含量最多，土豆泥会很软，跟黄皮土豆相比呢，少了一点点沙沙的细颗粒的感觉。而且黄皮土豆的果肉是黄色的，做出来的土豆泥呢带一点点浅浅的黄色，比较好看。3个黄皮土豆去皮，如果你不打算过筛的话呢，不去皮也可以。切成大块，用冷水冲去表面的淀粉。水开上蒸锅，大概蒸20分钟。蒸的方法呢，可以更好的保留土豆的香味儿。如果是水煮，味道会流失在水里。土豆快蒸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黄油，开小火慢慢融化。融化黄油的步骤呢，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可以给土豆泥增加一些香味儿。香葱打结，蒜切片，放入黄油中，然后加入牛奶，大火烧开，放入盐。土豆蒸好了，倒入盆中，可以用这个工具，也可以用叉子，或者专门做土豆泥的工具，唯一就是不要把它放到破壁机里头打碎，口感会改变。喜欢吃带一点粗颗粒的土豆泥呢，压碎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拌入黄油了。一点点土豆颗粒呢，并不影响味道。追求更加细腻的口感呢，可以把它过个筛，筛子越细呢，你过筛起来越费劲，但是呢，口感就会越细腻。全部过筛完毕，拌入黄油和牛奶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很滑，非常细腻，土豆和黄油的味道都很浓郁，吃起来很香，很有回味。而且呢，它还可以保持形状。用冰淇淋的勺子挖出来一个小球装盘，这个是我们家小朋友心目中的土豆泥。还可以增加液体做更稀一点的土豆泥，2个选择，牛奶或者是奶油。奶油里还有更多的黄油，而且奶味呢比牛奶要重一些。我把奶油加热，慢慢的加入这个刚才的土豆泥里，我留了一半，一会儿做裱花，直到这种稠稠的感觉。吃起来呢，它更顺更滑，会融化在你的口中。下面我们看一下，先放牛奶和奶油，后放黄油有什么区别。又蒸了一些土豆，放入牛奶和奶油，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发现它变黏了。然后加入黄油，黄油对这个黏黏的状态略微有一些改善，但还是发黏。所以对于淀粉含量多的土豆呢，后加黄油会造成土豆泥口感发黏。另外，加入融化的黄油和加入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黄油区别不明显。我们顺便看看破壁机打出来的效果。奶油跟黄油的香味还在，但是已经完全没有那种细细的土豆颗粒感觉了，吃到嘴里是黏的。情人节、母亲节，或者是你在准备烛光晚餐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土豆泥做得更漂亮一些，泪滴型的裱花嘴。用的是没有加入奶油的土豆泥，先打一个底，挤出一个花心，然后一片压一片画弧线。2个要点：第一，花的中心部分低一些，花心周围的花瓣呢高一点，把花心包裹起来，有一点含苞的感觉。第二呢，一朵绽放的花靠近中心的花瓣是向里抠的，而靠近边缘的花瓣是打开的。你在挤花瓣的时候呢，注意调节裱花嘴的角度。前面2圈的花瓣是朝里的，现在呢，我要把花瓣打开了。最后1圈，花瓣打开的角度就更大了。
这朵花是不是很有层次？所以它看起来比较真实，比较自然。盘子里先放一点土豆泥，用一个剪刀把花朵拿下来，放上第二朵，侧面再来一朵小花，几片绿叶衬托一下。土豆泥做的花朵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它的味道呢一点都不打折扣。第一步，我们选用了合适的土豆；第二步，采用蒸的方法，更多的保留了土豆的香味；第三步，融化的黄油里呢加入了一些调味，使它的味道更加丰富。美丽的外表，诱人的味道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